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寂静之美，我是 Melvin。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踏入一个更广泛的世界，不仅仅是哲学，而是哲学它是如何具体的体现在艺术、诗歌和我们社会行动当中的。我们会聊到一些少为人知的戏剧作品、诗人、社会运动家，看看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生活、情感、正义这些概念的理解。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故事，更是关于人性、孤独、灵魂探索的深刻诠释。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些艺术家、思想家是如何用艺术表达哲学思想，如何让哲学活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那首先让我们走进文学的哲学思辨当中。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卡夫卡的《变形记》。那这部作品呢，描写了一个年轻的销售员，叫做格里高尔，在一天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这个荒诞的情节其实暗喻了人类在社会中的孤独和疏离。格里高尔变形后就被家人冷淡、忽视，甚至嫌恶，最终被逐出家门，也是另类的隐喻了社会对于所谓的异类的排斥。那卡夫卡的文字充满了对存在这个概念的思考。他写道：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和其他人这么不同，或许我根本不该存在。这句话其实也折射出了卡夫卡内心的矛盾，他在寻找存在的意义，但同时又感到无法真正融入这个世界。他的作品也常常会去让人思考，人是不是应该必须去迎合社会的标准，还是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故事的荒诞和痛苦也揭示了存在主义上一集讲到的存在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卡夫卡用变形的意象来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感到像格里高尔一样，深陷在一个异化的社会当中，被周围人冷漠的看待。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其实卡夫卡在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一个所谓比较自闭或被孤立的人，他是可以很好的和周围的人相处的，但是他的文字里面却常常去表达这种人为什么存在，我好像无法融入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每个人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些内在的挣扎，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实社会的一些社交活动当中表达出来，就把它放到文字里面。那下一个我想要分享的作品是黑塞的《悉达多》。那与卡夫卡不太一样，赫尔曼·黑塞在他的作品《悉达多》中探讨了灵性觉醒和自我发现的主题。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印度贵族悉达多，经历了苦行、修炼、世俗的生活，最终在大自然的河流声中找到灵魂的平静。黑塞在书中写道：智慧无法被教授，只有通过自身的体验才能获得。黑塞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灵性之路，无法通过他人的指引来达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简单的复制。黑塞这段话也试图想要提醒我们，不要急于寻找别人给出的答案，而是要在生活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经历、去学习，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这也和我们之前在讲佛教的那一集里面讲到的禅宗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叫做不立文字，
是有关系的。佛教也说，这个真理是不能单独从佛经里面去体悟到的，而是要和我们自身的生活相关联，在不断的体验、思考、反省的过程当中，去找到真正的真理。那黑塞的作品其实非常充满了对东方哲学的思考，他认为只有在自我发现的过程当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这种观点，我觉得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考的方向。它提醒我们可以试图在一些繁忙的生活当中留些空间，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追寻真正的自我。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一部作品是卡缪的《薛西弗斯的神话》。那我们上一集也有简单提到它。这一本书讲述了古希腊神话当中的薛西弗斯因为挑战神灵而被惩罚，他被迫将巨石推上山顶，石头每次都要在快要达到山顶的时候又滚回原地。那这故事呢，也成为卡缪对人生荒谬性的最佳比喻。卡缪在书中写道，薛西弗斯的内心是自由的，尽管他的行为看似无意义，但他选择了面对这份无意义。卡缪的这段话也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达到什么终点，而在于过程当中的自我抗争和选择。尽管生活充满了荒谬，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这就是人类的自由。那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我也觉得这个作品它一直在提醒我们，在追寻生活的意义时，或许我们无法找到明确的答案，但过程中的勇气和选择本身就已经赋予了生活深意。那我觉得或许我们都应该要相信薛西弗斯是幸福的。接下来我们从文学来到戏剧中的哲学与人性探索。那我自己本身是从事戏剧行业的，有非常多我觉得很棒的戏剧作品，是深刻的去体现一些人生的哲学和意义。那我今天就分享2个作品。第一部我想要分享的作品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是一位挪威的戏剧家。他写的这一部《玩偶之家》呢，是一部探讨女性自我意识的作品。故事中的主角娜拉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其实被当成了一个玩偶，她的人生和决定全部都掌控在丈夫手中。最终她勇敢地选择离开家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在玩偶之家的结尾，她决心离开丈夫，离开一切熟悉的生活。那她说了这段话，为她宣告自我解放的经典。她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这段台词也彰显了她的所谓的决心，表达了这一种存在主义当中自我定义的精神。那我觉得它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必受制于他人的期望或社会的限制。易卜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对女性角色的固定观念，里面的主角娜拉选择拥抱未知，抛弃社会为她定义的角色，去追寻她自己定义的生活。那这部作品呢，其实在后来也影响了很多女性主义的运动，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选择权，无论社会是如何期待或设限的。那下一部我想要分享的作品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一部作品来自塞缪尔·贝克特，这部戏剧是荒诞派的经典，
讲述了2个人等待一个叫戈多的角色来拯救他们，但戈多他始终没有出现。在这种无望的等待当中，他们陷入了无尽的对话，展现了生活的无意义和人类的无助。这2位角色弗拉基米尔和艾斯特拉冈在无止境的等待当中展现了对人生的困惑和无奈。那他们说过一段台词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他们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去吧，我们不能。这段简单的对话揭示了人类在荒谬的生活当中依然试图寻求答案的一种无助感。2位角色完全无法行动，无法前进，也无法离开。我觉得有一点影射了一种生活中不断寻找意义，但是却又一无所获的状态。贝克特让我们看到，即使生活没有终极答案，我们也许仍然需要坚持，继续探索，接受这样的荒诞境地。就是说，人类虽然渴望找到意义，但世界可能根本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答案。然而这些角色依然继续等待，这是一种对于荒谬的接受，或是说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它也让我们思考，或许真正的自由并不来自于找到所谓的意义，而是学会接受生命中的未知与不确定。这个我们真正放下去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或许意义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浮现。那或许也是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不去强求某一些事情发生，而真正在你的能量状态下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个事情，就是真正适合你的，你需要找寻的那个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从戏剧来到诗歌当中。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诗人呢，叫做艾米丽·狄金森。他是一位美国的诗人，他的诗作极具哲学深度，他的诗歌常常去探讨孤独、自我与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关于死亡、无限和灵魂的意象。狄金斯他本人呢，不常常出门，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但他通过诗歌创造出一种充满思辨的世界。他其中有一首诗叫做《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他将死亡比喻成一位温柔的绅士，表达了对生命轮回与无常的思考。这种平静而深入的死亡观，其实就也和我们之前讲过东方的禅宗哲学是不谋而合的。它仿佛在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它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或许也是通往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狄金森的诗作帮助很多人去面对自身的渺小与短暂，教会我们以静谧的心态去接受生命的不可知。那另外一位我想要分享的是爱尔兰的诗人格林特，他的诗歌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元素，因为他本身深受神秘学和爱尔兰民间传统的影响，诗作中充满了对于灵魂、命运和永恒的探讨。格林特的诗歌经常围绕轮回与灵性觉醒，将个体生命视为一个不断转化和超越的过程。他其中一首诗叫做《万物皆变》，他表达了对人性、死亡、生命循环的深刻理解。他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就像是宇宙的一个微小的波澜，最终会消融在更大的灵性之流当中。这种诗意的哲学也告诉我们，即便我们的生命短暂，生命依然可以有永恒的价值。透过对灵魂的深刻理解，来活出丰富的精神寓意。好，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哲学思想在绘画当中的一些具象表达。其实很多的画家他们都
非常的热爱哲学。有一句我不记得是哪里听到的话，好像是说法国人可以不懂数学，但是不可以不懂哲学。所以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让他们在这种无止境的思辨当中去创作，去展示他们内心真正最深处的一些思考。那其中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蒙克的《呐喊》。爱德华·蒙克的《呐喊》是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绘画之一。这幅画中的人物在风景的背景下发出沉默的呐喊，仿佛正在经历一种难以表达的恐惧与孤独。蒙克自己曾经表示过，这幅画其实是他内心恐惧的投射。他将自己内心的焦虑与痛苦通过强烈的色彩和变形的线条来表达。呐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内心孤独的无声抗议。这幅画让我们感受到面对存在的痛苦和对世界的疏离。这种表达其实不仅仅是蒙克的个人情感，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时刻的感受。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孤独是无法逃避的，但通过艺术，我们可以将这种孤独具象化，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我们去表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途径。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分享的作品是玛格丽特的《人类之子》。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玛格丽特的作品，他就常常充满了哲学的思考。其中非常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就是《人类之子》，它是一个男人的脸被苹果遮住，看似真实又带有那种超现实的荒诞，让人质疑这种真实和幻象之间的界限。玛格丽特用他的画作常常去探讨现实与认知的关系，质疑我们所见是否为真。这也让我想到了上一集讲到的柏拉图，他有一个洞穴寓言，讲的是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被筛选过的影像，而非真相。所以我觉得玛格丽特试图想要从他的画作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认知世界或许并不完全可靠，真实是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真正的反思的。艺术和哲学在这里结合，就成为了我们打开思维的一个窗口。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是摄影与现代设计中的一些哲学反思。我自己很喜欢一位摄影师，他叫做戴安·阿伯斯。他是以拍摄社会中的异类而闻名的。他镜头下的变装者、小丑、残障人士，这些常常被社会忽视的人物，被他以直视的视角来呈现。阿伯斯让这些被视为异类的人站在聚光灯下，颠覆了我们对正常与异常的定义。阿伯斯的作品其实就是一种，可能还是这种存在主义的一种诠释。他想说的应该是每个人都有拥有存在的意义，即便社会将他们视为边缘人。他的摄影也一直想要提醒我们，不应该以标准的眼光去定义一个人是否合适。每个人都在自己独特的轨迹中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就值得被尊重。另外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日本的设计师山本耀司，大家应该对他也比较熟悉。他的设计风格是非常追求这种简约黑白色系，而且常常使用解构非对称的设计来表达出对无的一种美学概念。他在设计中运用大量的留白和非对称，让服装不仅仅是装饰品，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一种状态。那因为山本耀司他本身受禅宗的影响非常的深，所以他的作品就常常会想要去表达这种存在与无的哲学意涵。他认为服装应该是人内在的延伸，
而不是只是外表的包装。它的设计也让我们去反思，真正的美不在于外在的华丽，在于内在的沉静和对自我的接受。那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些现代身心灵实践当中的哲学应用。美国作家和灵性导师玛丽安·威廉森的著作《爱的奇迹课程》就深受现代灵性圈的推崇。他提倡以爱、宽恕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威廉森强调，宽恕与爱是我们面对恐惧和内心痛苦的唯一方式。这种思想也和存在主义有一种共鸣，因为人生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但我们可以选择以爱的态度去接纳他们。我们是完全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去选择我们想要生活的方式的。人生或许无法避免痛苦，但我们可以通过爱与宽恕来找到自己的内在力量。这种思想鼓励我们打开心灵的界限，超越自我，与他人共鸣，将痛苦转化为成长的契机。那另外一个现代的正念冥想，就是 mindfulness 的创始人之一，叫做约翰·卡巴特金恩。他提倡这种活在当下的理念。这种方法也源自于佛教禅修，但在现代心理学当中被广泛的应用。通过正念，卡巴特金恩鼓励人们专注当下，不受过去或未来的影响。这种当下的哲学就非常贴近禅宗的思想，帮助我们与内心保持联络。当我们放下对未来的焦虑、过去的后悔，真正的专注在当下，生活就会变得更真实、更充实。那最后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大类，行为艺术家。那非常有名的、最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叫做玛丽娜。她的作品经常探索人性、痛苦、身体极限和自我意识等主题，试图打破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界限。她的行为艺术呢，就非常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非常强调所谓当下的体验，让观众去思考人性与自我。一个很著名的作品是他在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的作品，叫做 The Artist is Present， 艺术家在此。在这件作品里面呢，他每天都静坐于博物馆的大厅，与任何前来坐在他对面的人对视，每天持续数小时，连续3个月。那他不会说任何的话，就是跟你对视。这种深刻的对视呢，就实践了存在主义当中所谓的真实交流。无言的注视让双方放下了外在的防御与身份，让彼此只在此刻专注于存在。那甚至很多人呢，只是坐在他的对面就开始流泪，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情绪。他自己曾经也表示过，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体验与他人真正连结的感觉，让彼此在纯粹的存在当中交流，不被任何偏见或语言干扰。那这项作品也非常像我们平常的这种冥想或身心灵的静坐，让我们思考，在这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当中，是不是偶尔应该放慢脚步，停下思绪，去真正的看见和感受他人，看见或感受大自然的一切，我们身边的一切，甚至是我们自己。艺术不是单纯的观赏，而是通过体验来探索我们心灵的深度。好了，今天我们探讨了哲学是如何在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的艺术作品当中得到显现的，从戏剧到诗歌、绘画、摄影、服装设计、现代的身心灵实践，甚至行为艺术当中，哲学都是无处不在的。这些艺术家、设计师和思想家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内在探索转化为创作，让我们从中看到人生的不同面向。
艺术与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的延伸，更是生活中的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启发你去探索自己的哲学，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意义。那如果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对什么话题特别感兴趣，或者是对其他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我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更多的分享我自己对这些话题和其他的一些哲学家和哲学观念的看法。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订阅这一个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